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在上一期的内容里，说到我们在漠河临时组成的小分队，7个人5台车，浩浩荡荡的从漠河市区出发，沿着国道331，向着黄金之路的终点洛谷河村迈进了。而在今天的内容里呢，我们会徒步雪地，穿越大兴安岭的林区，寻找中国唯一现存的妓女坟墓，了解老金沟繁盛时期的另外一面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欢迎订阅，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中国最北端的黄金之路。直接走这个土堆嘛？对，不用绕路啊，直接走土堆。爬也爬过来。来。哦，小心，这里很滑。现在我们是往这个山沟沟里面走，老金沟，也就是胭脂沟就在前边。我发现走这个雪地跟走沙地一样难，沙漠的那种散沙一样难走。我们一行7人现在在雪地里玩的可欢了，这哪里是来探险的，在这儿玩雪的。单手操作。看见这一路上的白雪皑皑，我们几个南方人掩盖不住心里的兴奋，直接打起了雪仗。这止不住的笑声是不是特别的有感染力呢？这半路就打起了雪仗，你们还要不要往前走了？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对呀。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，还没到，还要往前走大概1公里的地方，踩着这厚厚的雪，往这个深山密林里面走进去了。往进里面走了不止1公里了，不止了，哇，到膝盖了！现在这个雪，这都是动物的脚印。贴脚底没用，脚底不会冷。它这个一进来，它就融成水了，现在结冰了。不可以直接贴在那裤脚那里吗？那个暖宝宝没用啊，我这里不冷啊。嗯，待会儿就冻废了你的脚。它保暖跟那个袜子连在一起了。没事，南方人的倔强。他可能不是南方人，他可能来自那个西伯利亚。因为这个雪太厚了，那脚要开路就很累。你的脚已经冻麻了，冻坏了，估计。这个回去马上换一双。对，换一双鞋子。对，这要脱掉了。你看你们都进雪了。我刚刚进了一点雪，我脚就很疼了。它进去了，然后因为我那里有温度，它就变成水了。对，变成水结冰了。结冰了，对，脚趾结冰了。加油！阿林还有小超他们已经走到那么前去了，然后我们后面还有几个队员在慢慢的跟上，然后那个脚已经麻了，完全麻了，因为我穿的是水鞋，一点都不保温，那脚已经冰冻住了。现在走了好几公里才到这个地方，这里呢就是漠河当地比较出名的叫老金沟。在金沟繁盛的时候啊，这里是吸引了大批的淘金者来这里淘金的，包括这个漠河的金矿，有大批的工人
就开采的工人在里边。所以说当时清政府呢，为了安抚这些工人呢，就从江南还有其他的地方招来了很多的妓女来到这一边。他们生老病死呢之后，就埋葬了在这一块森林密处。这个雪真的好深，比我们刚刚走的还要深。你看，淹没膝盖了。这里就是老金沟的遗址了，陈列馆。在大量的黄金的诱惑之下，周边的邻国，包括日本、俄国和朝鲜，也有很多的妓女来到了这一边。这些妓女呢，在这边洗到的胭脂水粉流到了沟里边，因此呢，老金沟这个地方也被称作胭脂沟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就漠河乃至全国唯一的一座妓女坟。前面就是了，这也是一个浮雕，这浮雕上面呢雕刻的就是妓女的形象。虽然被雪覆盖了大部分了，但是大家还是看得到有人物的形象在里边的，看得出来。然后旁边呢就是一个陈列馆，那这个陈列馆里边呢也有一些他们的题词，待会我们就能进去看一看。它这个木牌给它钉住了，你看这个木牌。牌子封住了，对，不给看了。现在，当年金沟部分妓院的名录，对，有日本妓院、川本楼、正田楼。这里还有烈女小红从良的故事。妓女坟好像就在上边，往上边走一点点，这里有一个望乡石。为什么叫望乡石呢？因为这些妓女呢，她们都是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方的，来到中国的最北端。他们是离开家乡很久很久，但是也没办法回去了，因为他们已经扎根在这个地方。这片森林就是他们的安葬之地，荒废了，这地方就没人修缮了。不行哦，它这个好多洞哦，它雪下面的栈道已经断了，很多断了。走下面吧，下面更安全一点。哇塞，上面写了什么？这个是金陵蕙兰，金陵就是南京。难得有情郎，枕上前垂泪，花间暗断肠。自能窥来玉，何必恨王苍。这个每一个牌匾下边呢，都是一个墓，一个妓女墓。这个诗是他们自己写的，是吗？对，自己写的。扬州名妓苏依云，伤春未了又悲秋。阿妹原非烟花种，多及君堪为我媒。哇，听起来挺悲的。悲哦。他命运没想到就是这样子，逃脱不了这个命运。对，摆脱不了这个命运。这个墓群我们是第一批的拜访者。是。你看他们这个碑好大一个，我没想到，我以为就是小小的那种石碑，没想到一过来那么大的一个木头碑在这。这是诗，都是他们自己写的，值得尊敬，自己为自己题的。是对。他们都是有才艺的人，有才艺的人，有才，特别有才。就是说，他是特别有才艺，有花技，有歌技，有舞技，还有弹琴的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样样精通的。哎、哦，你看他都是江南女子比较多，对，江南女子比较多。哎、我们一路沿着这个原始森林的这个栈道走过来，路边看到的一个个木头刻的牌匾，其实就是他们的墓碑了，都是在森林中这里横七竖八的摆放着。而且看得出来，这些墓碑有很久远的历史了，残败不堪，摇摇欲坠的那种感觉。这一块墓碑它就是已经掉下来了，因为年久失修，已经没有挂在那个木桩子上边。上边的字还是清晰可见的，写的是转眼之间，青春已去，日子难熬，愁白了头。何年何月能出火坑？小妞我何日能出头？沈阳李素芳。这个诗句读起来其实能够感觉到，就是每一个人的诗都不一样，风格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墓碑是淮南的名妓香菱，词的题目叫《黄莺儿》。霎时风月已停荡，太荒唐。说潘香雨，今夜便留香。当年这个清政府派的这个李金庸，除了在这一边创办了这个漠河金矿之外，李金庸呢，他还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当地的这个妓女死了之后，把他们埋到了这一片森林之中。
也是多得了李金庸他设置了这一片地区来安葬外地来的这些妓女，才让他们有了葬身之地。虽然他们葬在这里也是天寒地冻的，也是冰天雪地的，但是起码他们有了栖息的地方。这个叫望乡亭，旁边还有个石碑，刻了字的，但是已经看不清了。胭脂沟就是这么一条充满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的生存之沟，每一座坟头都是一个悲苦的故事，都有段心酸的历史。想必人们只记得灯红酒绿的秦淮河，不会知道在中国的北极曾有这么一条辉煌一时的胭脂沟，有一座座浸透血泪的妓女坟。这里有块石碑，上面写的是莫尔根之漠河古驿站驿道。这个驿道呢，说的就是黄金之路了，就把这里挖到了黄金，往北京方向运输的一条通道。莫尔根指的是嫩江那个位置啊，嫩江一直到这个漠河的最北端，这一条路呢，就是当时所开辟的黄金之路。而这个金沟墓地呢，说的就是这一片妓女坟了。在西边有贯穿欧亚的丝绸之路，然后在南边有延伸到印度、缅甸的茶马古道，而在中国的最北端东北方向就有这么一条蜿蜒千里的黄金之路，也是李金庸所修缮的。这个黄金之路的前身呢，其实是一个传递捷报的一条驿道，后来修缮呢，才成为一个跨越了千里的一个运输黄金的道路。我们今天的雪地探秘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正是回程的时候，他们都走在我的前面了，我现在要跟上。